我们来看看川普跟习近平上个礼拜通完电话之后，今天发生一件事情，美国的众议院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跑去访问北京了。你看到呢，这是美国联邦众议员的跨党派代表团来到这里跟中国的李强来握握手。这个是5年来美国国会议员第一次组团到中国，这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李强他有4个字因为美国的众议院这些访问团是说希望可以重启军事的对话因为军事上面的对话已经断线很久了。可是李强说打破坚冰需要打破坚冰，因为这个冰还结得很冻所以看什么时候可以打得破。新加坡学者讲美国欺负世界各国，可是有一个国家欺负不了，就是中国中国现在呢，可能也是美国急于去突破的这一块。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说 H1B 的这个签证费要大涨涨价。那这件事情当然在美国内部也有很多人觉得期期以为不可，尤其他这个签证的目的是希望企业聘请外籍的专家，尤其是在技术上面的人才来到美国帮助他们。那申请的人大概是从哪来呢？理工业的最多，印度啦、中国啦。那你这样子，如果把这个签证费这个大涨特涨，那这些人才不来，他就回流到他的母国，回流去中国，回流去印度了呀。所以川普到底在打什么样的主意呢？我们看到像是这样的报道就说 ，RT 的报道就说，他的这个签证费涨价是可能要打击颠覆印度的 IT 产业包括我们知道呢，过去在2023年核准的这个所谓的 H1B 的这个签证里面，印度就占了4%，大部分是从印度过来的这些人。那华府的政治分析家就说，所以这项政策呢，是不是有可能是川普政府针对印度贸易谈判所准备的筹码，他刻意的针对印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现在用农产尤其是农产品的进口来做一个也是某种程度的筹码。你看到大豆，美国现在中西部的农民现在很伤脑筋而且说很怕陷入1980年代的危机那个时候发生了所谓的农业危机，因为美国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大豆是输往中国大陆。我们来看看北达科达州这个有一对兄弟在这边经营了这么多公顷930公顷的大豆农场，包括他今年预计亏损40万美元，这是一个缩影，一个例子呈现给你看。因为中国大陆过去吸引当地超过70%的大豆出口，吸纳这个地方的农民70%的大豆是输往中国。那你现在中国不买了，谷仓堆满无处可去的大豆，所以农民亏本农民亏钱这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来看看呢，包括中国拒买美国农作物丰收，你没有地方销售，贸易战将农民推向农业末日，像这样的报道在当地也很多我刚刚说的这些州，农业大州，还包括伊利诺的玉米，还有大豆种植者，这些人呢，通常这个过去在这个地方大部分销往美国，现在这个路断掉了，所以美国的这个农业局它有一个数据说，美国去年农场破产率上升55%。这个蛮夸张的。那另外呢，中国还增加购买澳洲的油菜籽那取代加拿大的产品，因为过去呢，其实他们大量的进口加拿大的这个油菜籽那现在呢，他们大幅的让他的这个所谓的保证金升高所以呢，他们就有其他的取代了对加拿大的市场来说，他们也非常伤脑筋。所以加拿大的官员就说，未来会有更多的部长要访问中国，像是国会议员他在9月6号，就今年9月初访问这个中国大陆，那也在做这个这个所谓的油菜籽油实施的进口关税这个部分，他们在做一个协调，所以未来还有更多的访问团，所以农产品各个地方都有武器。来，亮哥，这个众议院跨党派的访问团就在93阅兵之后，他们才开始感受到有这个需要，因为这个是军事委员会的那当然就是他们不了解，说中国大陆在更进一步
展现军力之后，在周边海域啦、空域啦，会做哪些行为啊？那他们当然担心美国会跟中国大陆擦枪走火嘛。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比如说菲律宾，美国要帮到什么程度啊？那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还有日本都放低风的中程导弹，那中国会怎么反制？还有比如说中俄会不断的在东海、南海在周边做演习，那美国是什么态度？大概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啦。可是我认为这个没有解啦。你建立沟通界面机制也没有解啊，因为中国大陆认为这是他的地盘啊，你来才奇怪嘞，我为什么不能活动？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容易解啦。军事的东西啊，到最后只有你自己退出了，这全世界都一样啊，没有说你来我不能来，那建立一个什么不要冲突的机制，没有这种事了。不然你那个阿拉斯加海域、圣地亚哥海域，别的国家可不可以去啊？所以我是觉得很难所以这个问题不容易解。那农业采购我也不认为有解了，这你自己造成的，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转向巴西还有阿根廷购买大豆啊，而且那个大豆船才刚出发。现在正在路上在海上，在海上啊，所以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大豆的来源不止巴西啊、阿根廷啊，还有从俄罗斯俄罗斯也有大豆，俄罗斯就是开始协助要种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贸易战长期造成的嘛，就是你有你的筹码，我也有我的筹码，事实上还不止大豆了，美国也有人种高粱啊，对。那高粱掉了95%，就是也没有人要买嘛。对，因为中国才会喝高粱酒嘛。对，还有对。那不然川普赶快鼓励美国人喝豆浆嘛。玉米、不然你怎么消豆浆？对，你怎么消费？为了健康吃豆腐，这个就是你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嘛。对，才会导致这种问题。那油菜籽，加拿大跟中国大陆的油菜籽的贸易一年高达40亿美元。这钱很大。对啊。所以那个加拿大有一个省叫 Saskatchewan， 它的收入跌了70%，就是油菜籽，就是油菜籽那这也一样啊，就是你以为这个东西我别的地方买不到我就去澳大利亚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解，就是中国大陆它购买力上来了嘛，然后农产品它可以选择在各种地方买啊。对。那现在澳大利亚跟我比较好，我就转到澳大利亚。那你的大豆我就转到巴西，转到南美。就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跟中国大陆谈恐怕就要整个谈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大陆到底提出什么方案，因为贝森特说了，他留了一个伏笔说中国对我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方案。我们要回去讨论讨论。我猜有可能就是说，不然我们都回到2019。那我大豆就买啊。那你对中国的科技体制，你全部取消？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所以还是僵住嘛。还是僵住。因为中国大陆就认为，你要我恢复买大豆，对，那你对我科技制裁一大堆，那大家都要处理啊。对，变成这样就僵在那儿好，来，严老师。我想这个买大豆这个事情就是农业，当然大陆需要这些美国的农产品，但大陆也希望能够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大陆以前就对美国讲嘛，说你认为我们对你的贸易顺差太大，我们想买你的东西你不卖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当然现在这个农产品，我自己在美国中西部住过，美国的中西部那个大规模的那种耕种，确实它的价格是还不错的，而且真的是产量很大很大。那最主要的，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大豆也好，大豆有的时候还是磨成粉做喂食给猪嘛但是你今天如果说你猪不像台湾，你打开了台湾市场，台湾很小，如果你今天能够把大陆市场打开，那你还有
还可以把养猪业再扩大。可是今天没有这个机会，那你就是要直接卖大豆啊，因为美国人不太吃大豆，那就是直接卖给中国去做豆浆，去做其他豆腐类的东西。可是大陆今天的对象有很多可以买的时候，你美国就不是唯一的嘛。我们那个时候被迫，你看，我们跟美国有那个贸易顺差的时候，我们就去买大豆，去买什么东西。那美国以为就说，哎，大概大家都可以用这一招啊，结果现在大陆不吃这一套，那他就真的很辛苦。另外，我觉得这个 H1 的这个事情真的是蛮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在美国，我当初毕业的时候，我的学校就帮我办 H1 嘛。然后完全都没有1毛钱都不要，而且他当时还是第一个先飞你去 interview， 对不对？完了以后再帮你搬家。美国都是传统上，我还只不是那种理工人才哦，我只是大学的教职的职，他们也这么做。我教职也是 H1，对，也是 H1 嘛。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那种最那个热门的科技的啊，但是科技的那个全部都是这样子搬的，对，还有很多你没有毕业就先找你过来啊，然后给你让你有兴趣，什么都做这样的事情，在抢人才，在抢人的，对。结果今天你川普你还要人家第一个，那很多他就说那。每人出不起的话，公司跟个人各半，对不起，我相信我自己的经验我就知道。当你读完博士的时候，你是山穷水尽哦，真的没有钱哦。对，你怎么可能还为了这个要去，对不对？当然是希望这个聘你的人然后就先帮你搬家，帮你搬什么，否则真的是你靠那个奖学金读书的，大概就是打平嘛，就是月光族，大概打平。那然后有一份工作你才可以开始。所以川普今天摆明了就是不要人才，然后好，你要求他们这些公司要求聘美国人。美国人不是说不能聘，但是你要给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先去第一个要纠正，就是说要美国的人愿意走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理工的科系要多，不要再去搞经济，不要再去搞法律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这段时间的空档还没有那么多，你没有培养到那么多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觉得川普就是搞民粹嘛，听起来好听。但事实上真的是没有我觉得就跟有点像过去民主党也是喜欢搞这套什么说希望聘少数主义，结果后来我一看不对哦，这个少数主义是什么？是来自非洲的，他把它算成是美国人，就是也是黑人嘛，但是他就把他就把美国人的黑人的 quota 给用不是就给占了，对，给占了，你想了吧？那这个也是一样嘛，就是都是在讨好不同的对象，那事实上都做不到嘛。是。来，请教将军怎么看呢？那个新加坡的学者马凯硕说，这个全世界，这个美国欺负全世界啊，就一个国家不能欺负，就是中国。这马凯硕他是这个经常有发表他对国际关系这方面的看法。我认为这个美国从20大战1945年结束之后，美国是世界超强，世界独霸。他这一方面呢，他现在可能要做心态上的调整，因为已经进入拐点，因为发生了4件事情呢，美国处理失当，而造成美国进入拐点，让中国大陆崛起。第一个，我认为是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在2021年8月31号结束，美国打了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20年的阿富汗战争，让美国陷入泥淖，国力耗损甚巨，然后仓皇的撤退。这个让美国在这个就变成它的国力上做了一大耗损。我认为这个美国仓皇撤退，让塔利班的政权把整个阿富汗拿去，美国在这一方面处置失当。第二个拐点，我认为是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呢，本来世界上俄罗斯、中国大陆、美国，它这3个还彼此那个有一点类似三足鼎立啊。结果现在因为乌克兰战争，美国支持乌克兰，而造成把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送在一块儿，认为他们那个中国跟俄罗斯战略合作不封顶，那让美国在国际关系上、国际上面的影响力让美国受到了下降。所以我认为乌克兰战争美国的处置失当，也让乌克兰战争打了3年8个月，到现在为止还在进行。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这个
风险的管控跟危机的处理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第3个拐点是以巴冲突，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巴基斯坦这边，美国一味的在挺以色列，造成这个18亿人口的那么多的穆斯林国家，还有西方的一些部分的国家，对美国挺以色列在这一方面，认为美国在角色的扮演上是适当的，也包含美国国内。他那个大学那些年轻人风起云涌的示威抗议，也造成美国内部的对立，还有激化分化，也是这个。我认为这3个拐点呢，造成美国国力的耗损太久。最后一个是关税战、贸易战，因为美国川普这个单边的对世界各国来添加关税，造成很多跟美国友好的关系。你不管墨西哥、加拿大，甚至澳大利亚，甚至英国、法国、德国，对。甚至在东亚的日本跟韩国，对美国在这一方面本来是一味的支持美国，因为关税战造成跟美国这个关系有一些疏离，美国的影响力也就相对的式微。所以我认为这4个做法，美国处置失当而进入拐点，让这个世界有从超强单极化走向双霸的可能性越来越有一点点增厚。是。不过我们来看看邻国的南韩，他的总统李在明最近呢，对于美国的贸易战喊了很多话，感觉上很有策略。有人讲说，是不是亲美的立场现在动摇了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李在明先讲了，他说我们7月上美韩在口头上不是有达成了一个贸易协定吗？内容有规定南韩要投资3500亿美元在美国，可是李在明就讲如果我全盘接受你美国提出的条件，我们南韩经济会陷入1997年的金融海啸，所以万万不可啊！我们看到南韩的商品，因为现在关税已经实施了嘛，南韩的商品这一季输往美国上一季输往美国被课税的增加比例比去年的 Q4 增加46倍耶！就是美国课了这么多税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包括李在明就讲说，除了在贸易上面，如果你没有办法自主，南韩的经济会崩溃。还有呢，国防方面，他说没有外国军队就不能自主国防，这是屈从性思维。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南韩有美军基地那李在明现在意有所指的说应该建设不再遭受侵略、不依赖其他国家的国家。有一些人还认为，如果没有外国军队，就不可能实现自主国防，这是一种屈从性的思考。所以可以看到李在明他都是话中有话，外界就解读说，这是对美国加强战略弹性大幅增加防卫资本的这个分摊这件事情，以及为后续关税谈判向美国投资这么多钱它是施压的。就是提高自己的谈判筹码所以李在明看起来也是非常聪明那另外我们看看美军对中国态度有转变吗？上个礼拜美国跟日本还有南韩举行了军事演习，可是呢，军事专家就说很奇怪这一次美国没有大型的航母，也没有参加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有分析师就说，这显示美国在淡化这一次的演习，要加强中国还有北韩的交往跟这2国算是示好吗？而且美国国防部长还曾经喊话这前一阵子有说我不寻求跟中国冲突。那另外呢，北韩也在筹备阅兵也是10月可是要不要邀请习近平，现在外界都在猜。而另外呢，金正恩罕见的他自己说，他说我对川普有好感喊话美国放弃非核化就能谈。因为美国要朝鲜半岛去核化嘛可是呢，这个包括北韩，包括金正恩是坚持要有核子武器他说放弃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事情都能谈。那另外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科技的突飞猛进，或者是新的科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外形看起来像是一只大白鲸那是在西藏我们看到呢，很多人都目击到了西藏5500米的高空浮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大白鲸，它是中国大陆的吉木1号，可以携带重达200多公斤的16种科学的一些实验器材，成功升到海拔5500米的高空。那当然现在是科学研究的一个作用可是呢，这也是一种飞行器，就跟气球这种飞行器是一样的。而另外呢，他们现在在做一个类似
科技电影里头看到的一个东西，叫做用脑子就可以控制的无人机飞行。我们看到这是央视记者哦，他有测验，这是中国研发的脑控无人机。你用脑子来控制这无人机啊，只要想一想哦，叫它起飞哦，在脑子里想一想，它就起飞了。这是把意识解读出来，命令发送给无人机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科技。有人说是硬核黑科技。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版的星际之门哦，现在已经在北京打造出来了。它要挑战美国的 AI 霸权，这是北京当局指示业者使用中国电信还有华为的网络哦，把西部的资料中心的运算能力连接到东部地区，就是把坐落于多处的处理器串联起来哦，变成一个中央的一个运算的一个集中地哦。这是挑战西方的星际之门。来，请教亮哥。那个，我觉得李在明是第一个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因为3500亿美元，美国要求你比照日本嘛，那本来日本就说5500亿啊，我可以用融资的，用贷款的，然后再鼓励日本企业去美国投资嘛。结果美国说这样不行，说你要把5500亿拿出来，放在美国成立信托账户。哦，这个影响可大了。坦白讲，日本还没有回应呢，因为石破茂接下来就下台了。那新首相也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国家撑得起这样搞啦。说叫我先提出，比如说台湾2000亿美金，你先给我放到美国成立一个信托账户，然后我川普要的时候就可以提领。那不是抢钱吗？本来就是啊，直接用抢的，怎么可能这样搞？而且投资之后90%的利润是我美国的。日本方案就是这样啊。那日本还有比较可以解决的方法，因为日元是国际货币，它印钞就好了。可是韩国没有办法，我们台湾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我们台湾是还没有公布了。那李在明已经碰到了，所以他就必须诚实跟美国讲，你叫我弄出那么大一笔钱弄到美国去，我韩国就金融海啸了，直接垮了，直接垮了。那韩国为什么会他那个关税的增幅特别高哈？我跟你讲，他就是最倒霉的国家。因为他出口到美国的项目刚好都中哦，汽车、石化业是啊，电器，全部都是高关税，它全部都中，还有那个钢铝，全部都中哦，很少国家像他这样。那中国大陆卖给美国的东西，虽然它那个量很大，可是它的东西都是单价比较低的，就不是像韩国这样。汽车就25%，所以我觉得韩国真的是大概是美国那个这次的贸易战啊，大概是受创最深的国家。我们台湾好像增幅也没那么大，没有啦，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电子零组件啊，对，电子零组件税是最低的，因为它汽车占很大的份额。哦，不止，还有石化业，还有钢铝业，对，韩国那个制铁也非常强大啊，是哦，所以它全部都中，那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解决了，反正其实我跟你讲，现在日本、韩国是首当其冲，另外一个是欧盟啊，我觉得大家都想赖皮，就是以拖代变啊，你要叫我出那么多钱，我就耗着啊，那慢慢投资嘛，那耗到美国自己也撑不住。我觉得现在，所以台湾大概也是类似啦。你台湾如果要真的乖乖的听话办哦，那损失也是惨重啊。那韩国像三星，他在德州投资嘛，他现在就在那边叫，说我制造出来的东西，美国企业不一定包销啊，所以他现在停了。说我等我找到通路，我再继续盖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台积电就是因为它比较重要啦，那美国都包销了，他就盯着。可是台积电的晶片，美国都包销，可是韩国是做记忆晶片，不一样。对，台积电是逻辑晶片，产品不一样，所以
然后韩国的现代汽车劳工还被抓。对啊，而且还被羞辱。是啊，韩国也是很硬哦，他就22项在美国的投资全部暂停。真的，你这样对人家不反弹才怪嘞。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南韩的总统李在明现在态度看起来很硬哦，严老师。他不能不硬，因为他的支持者很多都是年轻的左派学生哦，反美情绪很高的。他要是这样子一直倒向美国，他自己在国内的他的支持者会动摇的。韩国的学生在没有毕业之前，大学的时候是专门去抗议美国反美的，然后呢，毕业以后当兵就要抵抗他这些学弟抗议，然后呢，当完兵以后，他们就进入了一些大公司，就同流合污了。所以他们只有在读大学的时候展现一些理想性啊。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李在明是需要他们的票。那对于北韩来讲，我从来都不知道北韩这个劳动党的这个成立跟我们国庆同一天哦，10月10号啊。那他们要庆祝，他讲的一个就是说，你如果美国不要求我啊，这个去核化，因为这个去核化，这个 denuclearization 这个英文词啊，是很特别的。你到底是要我减核减少，还是要我完全没有，要拿掉无核，对不对？那问题是你美国跟前苏联啊在讨论这个核武的时候，第一个是限武，有没有？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要超过多少枚啊，限制。那你为什么不跟北韩谈限制？然后第二个减核啊，减少核武。那你为什么不跟北韩谈减，而是要说无核化？那北韩的老百姓饿肚子那么久，终于有了核武。今天金正恩说，那我今天把这个核武就是完全去掉核武了。那老百姓饿了几十年。白饿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哦。所以金正恩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对的，就是你都已经承认他是核武国家了，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定要把它？而且说老实话，金正恩核武啊，我自己的观察就是，他就是一个保命符而已，他也不想怎么样做什么东西，因为他也知道，他要是使用，他也没命了，对不对？那他只是保命符，那你为什么要这个坚持这个？所以金正恩玩这一套还是有他的一个道理。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最后请教将军怎么看？我认为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呢，他这不愿意屈从美国，他应该要做3个。第一个，他要3减才对。第一个减要减美国驻在韩国的驻军，美国驻韩国的驻军是全世界第3，第一日本最多嘛52000人，第二是德国，德国的话大概32000，那这第3就是韩国了，韩国24000，减一半。减一半，因为上一次的时候，川普有提出来了，希望这个美国的驻军的这个驻地啊，那个营地啊，那所有权要给美国，对，哇，那还得了啊！这个要求，所以我认为先减一半，减一半，象征性比实质性重要，也可以对韩国的这个钱啊的负担啊减少。另外一个也可以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第一个我认为先减驻军，第二个减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因为其实韩国靠中国大陆近。你要跟中国大陆、跟日本做生意，跟美国做生意，美国远，时间成本也高，这个运输成本也高，所以减经济依赖。这样的话，你韩国在整个东北亚扮演的角色就会加重。为什么？它加重了跟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经贸关系。第3个减呢，我认为减单边主义，它不要老是压到美国，因为就地缘政治来看可能有时候中国大陆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那经过由中国大陆去制约北韩，效果最大。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您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总统在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全国走透透，下乡的行程都在拜庙，已经去了12间公庙。你看到洋洋洒洒，从台湾头的基隆，一直到今天跑去嘉义。
可是呢，观众朋友，他是在绑桩吗？还是在体察民末呢？现在看不出来。不过我们再回去看赖总统的团结时讲，记得吗？那个时候扶轮社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出借场地，所以呢，也有人去 Google 出来，去查出来，扶轮社明年拿了我们中央6000万的补助，是因为有给场地费吗？所以要给一些所谓的 feedback 吗？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国际扶轮社的总会的理事长说，这个国际扶轮社可以吸引全球的人士来台湾啊，所以政府愿意支持，这是很妥当的做法。可是实情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可以接受吗？我们先来看看莱尔校长这件事情啊，最近遍地开花。礼拜六，总统府有一个古迹日的活动，有一个年轻人去领总统的乖乖，结果当面说了这句话，我们来看看。谢谢莱尔校长，谢谢。谢谢莱尔校长，谢谢。谢谢莱尔校长。好，时间非常短，只有2-3秒。可是这位年轻人把这一段影片放在脆上面，立刻引发大家的讨论。很多人说，你这样很勇敢，可是也有人说你这样很没有礼貌可是不管怎么样，莱尔校长深植人心。不过陈培瑜他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他就说国民党做的莱尔校长侵权呐。而且尽管现在大家都在二创，可是国民党你是政党，你不能推卸责任啊！这个是海盗王国那个时候的这个臭名啊，你们不能这样做。可是呢，这个社会上面的二创、三创啊，不断的在蔓延，无法停止。我们看到8月13号莱尔校长出现之后，这个热度一直都在高档都在高点。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赖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或者我们国家用国家的名气有讲，如果未来台湾真的遭到军事侵略，任何战败或是投降都是假讯息，记得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民的一个所谓的手册上头有这样子的一个标示那有一个粉专叫做我得了一种不刻薄会死的病，他就说这个东西我们爬梳一下历史，跟2次世界大战日本大本营战报差不多。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军跟日军作战。美军只有2艘巡洋舰重伤，1艘航母，1艘驱逐舰轻伤。美军那个时候已经逼近日本本土了，可是日本大本营还在宣传美国已经一败涂地了。那当然这是战争过去2战的时候，只是为了面子不肯投降这个是自我的预言实现吗？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川普即将访问中国，就在川普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之后，说是2国的高层正在安排。可是我们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军购，现在呢，美国还没有宣布这个军购的项目之前，可是特别预算已经送到行政院了看到国防部向行政院提出了总金额超过兆的不对称作战以及作战韧性特别条例草案，可是因为现在卡在美国跟中国大陆还有一个高层的峰会，所以呢，在川习会之前，美方宣布新军购案可能性不高怕破坏气氛，所以这项特别预算很可能要到年底才会送进立法院审议，到时候才知道台湾的采购清单，特别预算条例也会有调整的空间，所以一切都还不确定。大国博弈，我们台湾现在只能等待。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前一阵子不是卡了我们军援的部分吗？总共有大约4亿美元，120亿，那个时候说要送给我们的军购的援助，不是军购，军事的援助，蛮钱啦可是现在呢，包括各个这个国际的媒体都已经报道啦，他按下了 pause 键暂停那当然可以想见嘛，因为美中要有高峰会了嘛我们看到读卖新闻也这样讲，北京希望美国宣布不挺台独这个访中的条件可能暂时先卡军购，暂时先卡军援，然后呢，条件是什么呢？读卖新闻说，北京可能正在游说美国，叫他宣布不挺台独这个东西未来也是博弈的一环。而讲到二创影片，莱尔校长的战术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莱尔校长不好了，隔壁学校打过来了。我斥巨资在爸爸那里买的物资，是时候派上用场了。我们不是刚被拒了120亿的军补吗？有什么物资呀？不是哦，不是这样哦。
黄豆、玉米、小麦，我们的战术是煮饭把对方撑死嘛？我们的战术当然是红绿灯战术了。我还是选择白旗战术吧。好，我们看到了赖总统呢，前一阵子跑到政大去，因为政大这边成立了一个安倍晋三的研究中心。重点是赖总统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批评，包括有人认为这是马屁 buffet。好，因为他讲了台海没有发生战争，安倍贡献绝伟啊，贡献很大，安倍晋三啊，都是安倍晋三的贡献吗？竟然胜过川普吗？两岸可以和平稳定，我想应该要谢谢美国吧。如果你真的要谢谢谁的话啊，或者谢谢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治人物的话哦，所以你看到《联合报》这一篇重磅快评就说赖清德外交连连受挫哦，可是盼来所谓安倍晋三的名单哦，做这个研究中心哦，没有想到你讲到这件事情脱稿演出啊，说台湾没有看见炮火享受和平，要归功于安倍高瞻远瞩，甚至还说了一句话哦。说安倍那个时候才2岁时成立的所谓的五眼联盟 AUKUS 是安倍要这个下台之后这个就是说是安倍成立的安倍成立的，所以这个东西历史的谬误，还有一些史实啊，各种的错字的的确确赖总统可能要重新整顿你的幕僚作业系统了。来，请教亮哥。其实莱尔校长的重点是为什么叫赖清德莱尔啦？倒不是说用什么风格来画漫画。你堂堂总统被人家说是莱尔，这个陈培瑜应该去检讨这件事吧。还有为什么就他很多的言论都让人家觉得跟治国无关或者走的方向非常奇怪啦。比如说你现在透过林非凡做那个34页的小册子，然后去强调，战争期间，如果说我们战败或投降都是假消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难道快打了吗？不然你现在讲这干什么呢？你现在不是应该根据强调防卫韧性，或者说买什么武器的这种必要性等等，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啊？就是你是不是认为台湾是一打就垮，是不是？不然你要宣传这个是要做什么？的确，这不是现在应该宣传的事情。本来就是啊。如果是战时，可能怎么会有人在宣传这种议题呢？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嘛。那安倍晋三那个更离谱。安倍晋三现在在日本，他的声望并不高很多人可能联想到的是跟统一教的关系啊。日本人并没有觉得安倍晋三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外交的擘画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贡献啊？如果真的有，那安倍那个高市早苗应该很快就会当选总理了。实际上并不是嘛，而且跟台湾最有关系的当然是美国啊，怎么会日本呢？日本还战败国日本连攻击性武器都没有啊。台海有事，日本怎么出兵？我问你，不知道在讲什么而且你要用教育部的钱补助政大成立一个研究中心，这个时候恐怕更重要的是成立川普研究中心吧？怎么会轮得到安倍呢？对不对？川普好歹他还有2-3年，而且2028共和党还有蛮大的机会啊。这不知所云我觉得根本就在做自己的关系啊。还是他对安倍非常有如沐之情？那你用自己的钱嘛，你怎么可以用教育部的钱？你等于是用国家的钱在做你个人的关系嘛，在做你个人的信仰嘛，在做你个人比如说你对八田羽衣每年都去跪拜啊，我一点也不认为八田羽衣有这么伟大啊。事实上，嘉南大郡到民国48年1959年还重盖造成乌山头的那个泥沙的淤积啊，后来还盖了曾文水库啊，历史也搞懂一点嘛，因为自己
亲日、膜拜日本，然后投射到用国家的钱来帮他崇拜八田雨衣，帮他崇拜安倍晋三，这什么逻辑呢？我们当年去盖麦克阿瑟公路，去弄罗斯福路，这都有一定的历史的道理啊。安倍晋三是凭什么？你现在如果要搞川普研究中心，我也赞成啊，感觉有点道理。是啊，我认为台湾跟美国关系真的是非比寻常啊。那台海问题真的最重要的第三方就美国啊，是啊，怎么轮得到日本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误国啦。这坦白讲，在民进党的历史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人啊，包括陈水扁，包括蔡英文，也认为美国最重要啊，怎么会轮得到日本呢？这简直是莫名其妙。所以你这个莱尔是被校定了嘛？因为你这个人的认知、治国的方式都超乎我们大家的想象之外，更不要讲说一大堆错误。AUKUS 跟这个五眼联盟，对不起，连日本都不在里面啊。日本不是成员啊，不知道你在瞎掰什么啊。的确，这个他讲出这样谬误的话，我们也觉得很傻眼。来，严老师。我想我们学术界对这种研究中心是蛮熟悉的。那我最记得就是我参加过一些，因为我做美国研究嘛，那有这种协会我去韩国。哇，他们那个成员很多，从文学的到历史的到教育的到这个政治的到安全的，就是美国，比如说在吉尔吉斯，他也搞一个这个美国研究。他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美国研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很多反美的情绪，他觉得我要让他们要来推销美国，我就问他们，我们政大说跟那个 AIT 要点钱，说搞个美国研究中心，他说没有钱。我想说，哇，我们政大太亲美了，不需，我们台湾太亲美了，不需要推广了。可是你看欧盟在台湾协助设立好几个研究中心那日本也是希望能够，结果效果好像还不错嘛，就至少赖清德非常亲。那我必须要讲这个赖清德。应该去搞清楚一下，就是说你今天，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么推崇安倍，那安倍当初川普退出这个 TPP 日本主导 CPTPP， 他当这个轮值主席的时候，我们台湾怎么没被邀请进去呢？你知道我们这个 CPTPP 是什么？是大陆说申请了，我们忽然王美花说我们也要申请。大陆好几年都没动的时候，我们台湾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安倍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申请？如果说今天安倍帮助我们进入到 CPTPP， 我觉得你稍微感谢一下，还有点道理。对，今天他也没有再这么做到嘛。譬如说我们当年进到 APEC。其实韩国的功劳蛮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在韩国举办的，所以你有些东西稍微把历史厘清、爬梳一下、搞清楚，我觉得比较重要。那我觉得这些，我现在就在想到，我有好多过去有些这种政治的那个人物的这个叫玩偶一样的，那现在是不是收集这些东西？如果这些那个政党都不合法了，我觉得。很有趣嘛？那你看，那今天如果有这样子，那川普要不要去追？我现在手上还有一支川普的马桶刷那川普是不是也觉得说这个是很糟糕的违反？我也不晓得侵什么权了。就大家今天都希望能够，已经够苦闷了。对我觉得在政治人物上面你既然要出来当政治人物、当公众人物，给我们一点点。让我们做一个娱乐也很好嘛。有什么？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在意这一点。那我真的是希望，就是说，川普现在跟美国、跟这个大陆在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台湾真的要谨慎一些。就是美国要求的东西譬如说他在暂缓，我们也真的只能忍住，不要再去试探。譬如说，可能从现在到明年，川普要访问大陆之前。大概赖清德都去不了美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弄，我觉得就是你稍微要评估一下大局。如果今天这个是川普现在目前最紧要的，你就不要去
这个殷奇峰，对对对，是来，我们请教将军怎么看？对我认为另外一个他说这个假讯息哦，我认为应该是要诚实面对，而不是拿说假讯息糊弄带过去。像我们讲到他们讲到莱尔校长我认为他要出来主动来做澄清，是不是？口罩的问题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贪污？有没有黑数在里面在那边拿钱？那个疫苗有没有在那边捞钱？那快筛有没有在里面捞钱？他应该出来做解释嘛，把大家的疑惑来做一个解释，把它还原真相。民进党到底捞了多少，或者是没有捞钱，把它做一个解释。比如说，这就是假新闻了，假讯息了。还有这个战败的事情也是一样，这个都是假讯息。问题是他们所讲的假讯息，以前的论文抄袭也是说假讯息，后来论文抄袭是真的。那个学位，那个假的学位，假硕士或假博士，结果说这是假讯息，结果后来也是真的。那刚刚说为什么说假讯息？所以可能要去用另外一个名词，因为假讯息后来都变成真，变成这个状况，被民进党搞臭了。他想要去糊弄，想要去遮掩，想要去欺骗，想要去欲盖弥彰，结果弄巧成拙，假讯息就会来弄假成真，是这个样。所以我倒认为这一方面。我认为民进党他要出来做澄清，而不是说这有侵权。那事实上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怎么去讲？另外一个这安倍晋三学，我认为不要拿国家的钱，拿教育部的钱去搞这个安倍晋三研究所，要什么研究嘛？国军对光复台湾的贡献研究中心，这个样嘛？那国军到哪里去了？今天真正来捍卫台湾、来保卫台湾，就是国军嘛。国军防止台湾被赤化。防止这个两岸的这个军事的紧张，国军在那边栉风沐雨，镇守台海，维持了安定。这80多年来，是不是要把这个贡献用给国军？安倍晋三对我们台湾有什么贡献？有什么贡献？我认为没有任何贡献啊！贡献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去一昧的去谄媚日，要认贼作父？我们应该研究。日本统治台湾50年，杀了这63万的台湾同胞，要怎么样去帮他还原？怎么样去赔偿这些63万的台湾同胞被日本人所杀戮？这个要怎么去补偿？要这个样啊，就糊弄带过去了，好像日本统治台湾杀了63万台湾同胞，没事儿了，这个船过水无痕了。我认为是不是好好来做研究，还原历史，让我们台湾的同胞能够认清这个历史的真相。搞这个拍马屁，去搞安倍晋三，花台湾人民的纳税钱去搞这个东西，我认为不好吧？我们是被殖民的人，我们的台湾是被歧视的人，有些受教育，台湾有些人还不能读哪些科系。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研究中心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才对。是。